给你们说一下这个电池的情况，它是进水了，而且进水的不是一般的那种进水，是浸泡透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拆开一下，看看里边到底坏了多少，哪些还可以再使用，就是哪些东西还没坏。一会儿咱们拆开看一下。边学边试，生活志。今天呢，我们修一个厉害的东西，看到这个东西了吗？一个电动车的铅蓄电池。给你们说一下这个电池的情况，它是进水了，而且进水的不是一般的那种进水，是浸泡透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拆开一下，看看里边到底坏了多少，哪些还可以再使用，就是哪些东西还没坏。一会儿咱们拆开看一下。这个是放电口，放电口看到里边有生锈的铜锈，我们先用万用表量一下正极和负极有没有短路，或者看一下有没有电压，放电的电压。现在是一点电压都没有了。这是放电口。我们再看一下充电口，这个搬起来还是非常的沉的。看到这个口了吗？这是充电口，这还是带一个防水盖，但是这个防水盖时间长了老化了，断掉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正极和负极有一极就熔断了，可以想见这里边的情况肯定是不理想的。下面我们就把它给拆开看一下。我看一下这几个螺丝是怎么上的。不是这边，我们给它反过来，这边没有螺丝孔。看到上面的泥了吗？这就是当时水淹没的位置，一直淹到顶了。发现这个人肯定没事，这是电动车放到那儿被水给淹了。看见螺丝孔了，那边没有螺丝孔，它虽然有个洞，但是里边没有螺丝。靠，锈死了，拧不动了。小螺丝刀还拧不动，我找一个大螺丝刀试一下，换一把大的螺丝刀干它。大的立马就拧动了。拆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提手给它拆掉，不然它挡住了这两个。哟，这个不行，锈死了，这个提手的螺丝还锈死了。划丝了，一会儿要不行的话就给它撬开。现在就是上面这个地方卡着呢。这里边一共是四块小电池，4块12伏的小电池，要不直接从把手这儿给它弄断吧。我也没有其他的工具，没有什么润滑剂啊、除锈剂也没有，只能从这儿给它弄断了。当然我这么做肯定是这个电动车已经完全不行了。大家如果碰到这种螺丝断的话，或者锈死的话，没必要这么做。还有螺丝没松掉。这个螺丝呀，弄断还是不行。弄断还是弄不掉，它还是连着的，还必须要把这个螺丝给它再去掉才行。这个穿了一个螺丝柱，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螺丝给它去掉。不行，它如果去不掉，它还是穿着呢。两边还是有一个，这边是个螺丝，那边是个十字螺丝。哎，妈的，锈死了！现在只有它了。锯给它锯掉，还不好下地方。一会儿把这个塑料的给它去掉，然后钳子夹着这个，把这个螺帽给它去掉，看能不能行。
2个螺丝，我操！胜利就在眼前，已经断了。胜利，胜利，胜利！这个小扳手。扭到了，当初要用疑似螺丝刀就打开了。15。虽然10字划4了，但是1字没有划4。15呀，15。费半天劲。这个4螺丝，你看这个直接掉了。现在我们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个电池，这个焊电已经掉了，不行，触电直接就没了。这个也是同样的问题，正极直接都断没了，烧没了。一会儿咱们试一下把它挑出来。这个也是一样，正极直接烧没了。同样的也是，正极触点都给烧断了。现在我们试着能不能把这个正极给它挑出来，还是用它吧。然后它有橡胶的部分，不容易触电。这个触点比那个稍微好一点，还留了一点点，是吧？我们量一下这个，这个还有0.72伏，这个估计还可以用，就是正极的触点烧断了，0.72。好，看到触点了，我们再量一下，也是0.63伏，看到了一点痛。我们再量一下这个的电压是，这个一点电都没了。哎，看一下这个，0.47伏，3块估计可以救活。我们再把这个再试一下，这个刚才量是0伏，我们再把这个触点给它刮一刮。有可能是接触不好，不可能一点电都没了。这个好像是第一块电池，它就是先短路，就是它先断，它是最没有防水的，它可能立马就烧坏了，它也是烧的最严重的。你看负极也没了，哎，0.71 ，OK， 这4块电池，然后都是有电压的，就电压非常非常小，0. 几伏，这个是烧的最严重的。负极和正极触点全部就是烧断了，熔断了，而且这个熔点是很深的。这就是拆解过程。后面的话我们试着给电池充下电，看这几块电池能不能救活。现在我把电池拿出来了，也把正极给它刨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充下电，看能不能充电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如果能充电的话，对面这个电池还可以用；如果充不了电，那这个电池就报废了。充这种饿死的电池，它的电压只有0.7伏，这也是一个深度被饿死的电源。如果要对它进行充电，必须要用小电压、小电流。由于这个电压非常小，然后我们用0.2伏、0.07安这个电流给它充电，看能不能充得进去。现在我已经给它通上电了，实际没有电流，电流是0，那证明这个电池就坏了。一般来说，这个电池如果没坏的话，它至少会有一点点电流，
这个一点电流都没有，证明它短路的时候造成内部已经开路，就是里边的线路已经断了，所以它无法充电。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电池，同样这个也是没有反应的，也是一点电流都没有，证明里边也是内部的线路已经断了。第3块电池也是充电没有任何电流的，这个也是断路了。最后一块电池，希望能有一块可以充的电池吧。没有，也是没有电流呀，那证明这4块电池都是坏的，都是烧断了里边的线路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做手工的完整视频。如果你也有一些好玩的手工或想法，请分享在评论区，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做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关注、订阅、点赞和收藏，为我加油鼓励，谢谢大家。